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在上个单元，我们介绍了20种分音线的形态。我们知道分音线的长度、形状、手纹符号，它提示了分音生活的不同含义。分音线其实是比较难以理解的，也是最容易被误解，因为这条线比较细小，或由许多小的线组成，因此有时会用手掌握拳转向侧面的方式来观看，这样手纹就会显得比较深刻，容易看出分音线的线条。接下来樊城居再继续上个单元分音线的形态。分音线的形态21，没有分音线的人。没有分音线是表示这个人对结婚没有兴趣，或对异性不感兴趣，没有异性缘，喜欢把重心放在自己的兴趣上或事业上。不过如果这个人还很年轻，虽然没有结婚线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异性接触越来越多，分音线是有可能会出现的。如果这个人已经结婚，手掌没有分音线，那么大都表示对自己的伴侣没什么兴趣。22，一条分音线，只有一条清晰的分音线，代表有一段分音可以找到一个理想的情人，分音生活幸福。如果线条很长，又没有任何多余的线条，是表示长久的分音。23，两条距离较宽的分音线，两条平行的线条深浅相当，这不一定是代表有两段分音，是代表能正常和睦相处的人。如果是早分，事业能顺利，会有再婚的可能。如果不是早分，好运会带给另外一半和子女，不会为钱所苦，家庭生活比较美满幸福，所以这种掌纹很少有离婚的情况。24，两条接近的分音线，两条分音线平行、深刻又很接近，是表示这个人在结婚前后常为男女三角关系而烦恼，也是表示有这种掌纹的人会和2个以上的异性产生关系。如果两条分音线接近，线条浅，是代表同居，也叫同居线，是没有想要结婚的意思，因此这种掌纹就不算是分音线。25，两条分音线一深一浅，两条分音线很接近，靠近感情线的第一条线较为深刻，上面第2条线比较浅。如果是在深刻的这个阶段结婚，是表示婚后与异性会产生纠纷，容易有婚外情。浅的这条代表了这一段的婚外情对婚姻的影响不大，婚姻生活不会出现大问题。如果靠近感情线的第1条线是浅的，上面第2条线比较深刻，在浅的这个阶段结婚时，第2条深刻的这条分音线就代表容易再婚，一方面也表示这个人比较适合晚婚。这里所说的异性不一定是指发生关系的人，它也包括了有纯纯爱情的人，由此引发配偶或情人的嫉妒所产生的纠纷，另外也包括了夺朋友之爱，还有别人妻子的行为。26，一条短线和另一条长线，是代表离婚或分离。27，分音线下方出现短的平行线，是表示这个人虽然曾遇过感情波折分离，很快的能找到新的恋情而能顺利发展下去。如果女生有这种掌纹，要注意已婚男生追求的困扰。28，分音线上方出现短的平行线，是表示这个人很容易陷入爱情的三角关系的情况。29，有3条分音线，是属于多情的掌纹，表示这个人有才华、浪漫，对异性非常热情，也代表了复杂的感情，对配偶或情人的忠诚度比较差。如果这个人无法用自己的智慧去经营这段感情时，爱情、婚姻就会有麻烦，因此离婚又再分。30， 3条以上的分音线，3条以上的线纹出现，是表示这个人有一个浪漫的性格，很早就有初恋，不会满足平凡没有激情的感情生活，对感情态度不是很专一，容易有三角恋的情况。如果早分，婚姻比较会产生问题，容易有第三者介入，因此可能离婚。31，超过6条的分音线，没有主要的分音线，这是代表复杂的婚姻生活。如果线条很长，
是表示选择结婚对象的条件要求很高，造成在生活中有很大的压力。32，多条深刻又长的婚姻线，这是代表每段感情都有付出，是一个多情的人，喜新厌旧，容易陷入感情漩涡，因为赢得许多人的爱慕，如果意志不够坚定，很容易身体或精神出轨，会有很多段的婚姻。33，多条浅又长短不一的婚姻线。多条浅的婚姻线，它所代表的是感情不深，喜欢占人家便宜，在爱情中总是很迷茫，是属于比较花心的人。虽然有喜欢的对象，想结婚，但又不行动，没有那么容易下定决心走入婚姻，通常会晚婚。34，杂乱前又模糊的婚姻线。前又模糊不清的婚姻线，是代表没有结婚的想法意愿，只是想交男朋友或女朋友而已。35，有几条细支线朝下的婚姻线，是表示平淡的婚姻生活出现疲乏，感情渐渐冷淡，建议增加生活情趣，增添浪漫气氛，提升夫妻之间的感情，才不会影响家庭和乐。另外也要注意配偶的健康。36，交错复杂的婚姻线。婚姻线纹路交错复杂，是代表在交往时常遇到挫折，因此留下不好的记忆。虽然能够结婚，在婚姻生活中还是有波折，但如果经由彼此的努力，最后还是可以再续良缘的。37，婚姻线上多条往上的细线，是表示婚后家庭生活美满幸福，无论爱情或物质方面都能满足，是好的象征。相反的，多条往下的细线，是表示婚后配偶身体太过虚弱，境遇不顺，夫妻之间逐渐冷淡，形成倦怠。38，两条下垂的婚姻线，这是属于有缘无分的掌纹，也就是爱你的和你爱的不是同一个人，跟所爱的人没有缘分，无法如自己所愿，夫妻间的感情不和睦。如果不是被病痛所困扰，就是自己比较花心，不会为别人设想，夫妻感情也就难以继续。39，多条短又细的婚姻线，表示这个人有不少跟自己有亲密关系的对象，如果其中有一条较长的线，就表示可能会跟其中一个对象同居或结婚，会有一段较长的爱情生活。40，婚姻线上的分支线。婚姻线上有分支线的人，一般是指用情不专的人，分支线少则表示比较没有那么花心，分支线多则表示比较花心，用情不专。另外也有一种情况是，虽然双方感情没有破裂，但因为某种原因必须时常分开，聚少离多。41，刀叉型婚姻线，是代表这个人男女关系复杂，比较没有伦理观念。42，长到无名指的婚姻线。长的婚姻线掌纹清晰深刻，到达无名指，是表示人缘好，有很多知心朋友。43，长到中指的婚姻线。长的婚姻线掌纹清晰深刻，到达中指，是表示比较注重自己的才能与名声。44，下垂的婚姻线接触智慧线，是表示双方婚姻破裂，导致必须以法律诉讼的途径诉请离婚。如果接触到生命线，是表示结婚又离婚，要找到好的姻缘比较困难。45，下垂的婚姻线延伸到金星丘，是表示夫妻之间即将发生引起大家关注的事，是指因为三角关系所产生的感情问题，也是表示可能一女是二夫，或者是一夫二女，已经发展到极亲密的关系。46，有多条杂纹长的婚姻线。有多条杂纹看不清确切的婚姻线，是表示这个人多才多艺，很有才华，不过太依赖对方，也比较情绪化，让对方感觉喘不过气来。建议多给对方一些空间，这样自己也会过得比较快乐。好朋友，末端向上弯的婚姻线，大部分是代表对自己的婚姻是满意的，不管精神、物质、肉体方面都可以满足，即使有离婚的情况，也会找到另一段满意的婚姻。而无论你的婚姻线如何，这是反映我们生命中不同的经历，而线条通常会随着人生体验发生变化。要有一个幸福的婚姻，还是需要双方去经营的。在下个单元，我们继续一起探讨婚
分音线上符号标记的含义，分音线的子女线。对于这个单元有任何想法和建议，欢迎你在底下留言，我们下次见。最后感谢你的观赏，敬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有新的影片就会优先通知你。喜欢这部影片，请按喜欢、分享、订阅频道。拜拜。